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8点半我们的直播时间。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7月份啊，大家都看到是一个大的调整市况。那7月份有微的同时，我也看到有一些机会。那我就事不宜迟啊，开一个直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了什么。那这里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因为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个频道来做直播的分享。之前呢，如果是我单独做直播的啊，或者是跟七爸爸一起做直播的，都是在他的频道里面去做啊。那这一次呢，不知道有没有之前的老观众在七爸爸的频道里面啊看我的直播，然后这一次呢也非常的捧场来看我这个频道的直播。如果有的话呢，也跟我来打个招呼，你们好。那如果你是我这个频道的新观众呢，也是先来跟你打个招呼，然后也想了解一下你是来自于哪里的，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然后我们在互动完之后呢，一起来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大家，好不好？那今天的内容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开始呢，我会先讲一下整体的美股的市况，在过去的1个月是非常的动荡。那我会来做一个很快的 update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市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第二个呢，就是 B 半导体跟存储股这些呢，其实都是散户的热门股票啊。那大家也看到，在过去的1个月，他们都跌了很多。但是呢，在最近这2天我看到非常的疯狂SanDisk 他们涨了20%多。那他们反弹了这么多，到底是不是可以买了呢？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可以写一个 B 如果你对美股分析有兴趣的，你可以写一个 A。那 C 呢，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做了不少的研究那我看到下一个潜在的板块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对 C 这个板块有兴趣的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个 C。那 D 呢，这个是我这一段时间做了一些笔记，然后是想做一份礼物送给大家的这个是免费的。如果你对这个免费礼物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在留言区写一个 D。那我们就根据你们想听的内容再来讲更多的细节你们不想听的，那我们可能就稍微的讲一下，然后就忽略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的留言。OK 我看到有一位老观众徐小林，你好那这个也是几乎每一次直播都能够看到你也非常感谢你的捧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同学说ABCD 都想看好。那我们尽量争取一下，在这一次直播里面4个都讲的比较完善一点但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我们还是争取去讲更多我看到 B 很多同学投 B 那如果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听 B 的话那我就会集中的去讲一下半导体跟存储股这些大家都比较喜欢听的内容 OK。那这次呢比较特别一点之前在七爸爸的频道我们观众人数比较多一点那通常呢我们是要求如果这个频道听直播的有到1000人的话，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互动大家可以去问一个股票，然后我们来回答一个股票的看法。但这一次呢，因为是我的频道第一次来做这个直播，然后呢也是想给大家一个疯狂的回报吧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呢，这个1000人我们就缩减到100个人那现在已经有超过52个人了那这个直播再多1倍的人，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你们问一个股票，然后我来回答一个股票的看法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也欢迎你们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分享到你们的家长群或者是你们的朋友群都可以如果他们对股票有兴趣的，也欢迎你分享给他们好，那 OK， 目前我看到最多的还是 B。那我们先逐个来分析，逐个来讲一下，好不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月的7月份这个7月份呢是被各大传媒说是最惨淡的7月份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是来自于台湾的有的话也可以举个手来看一下。上个月呢就被雅虎他们说这个是史上最惨的7月份台股单月下跌了接近3000点，是一个很大的跌幅。然后最惨的不是台湾反而是韩股。韩股呢，在今年是涨了不少那当中也有很多的
散户他们都是很喜欢用杠杆去买股票的。而在7月份调整的时候呢，那一波去杠杆化就杀掉了很多的散户那一天也有很多的人爆仓大家也可以看到新闻里面写的单日爆仓呢达到了94个亿的港币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那如果我们不看美股我们不看台股，不看韩股，我们看美股那一边在上个月呢也是一个调整的实况虽然在股市的层面来说，调整的幅度并不大可能只有几%，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下个别的板块，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半导体和存储的话，其实他们都跌了超过30%或者是跌30%是一个均数有很多的公司，比如说 SanDisk他们是跌了超过1半以上的所以在某一程度上来说呢，其实是属于半导体和存储的一个熊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呢有一个非常聪明我们可以说是天才的一个股神这个叫 Leopold他之前呢是多次看中了很多的机会，然后在7月份的时候，他因为做了太多的杠杆然后在股市调整的时候呢，他却没有来得及避开然后在那个时候被斩仓然后是低价出售他们的股票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个月呢，是有很多的散户而且不只是散户，就连基金经理他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被斩仓，或者是饱受调整的那个难受所以你可以看到，在7月份呢，其实是非常难操作的那也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在7月份的时候，你们过得如何呢？如果你是有赚钱的或者是你们是能够保本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能够跑赢很多的散户，或者是甚至是跑赢基金经理的一个表现了如果你们是有这一类人的话，也欢迎你们来举举手或者是打一个密让我来看一下你们有没有能够避开的那如果你是输钱的或者是你是经历着调整的时候损失不少的，那也没关系我在之后会给你讲一下我对未来的一个看法，以及我也会给你一些我的解药吧那希望也能够帮助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同学是能够避开的如果有的话在留言区也写一下，我们看一下。OK， 看来没有人回答，可能就大家我默认大家都是可能在经历着一个非常惨淡的7月吧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7月份吧我的7月份呢，整体来说是可以的起码我如果你是 GMP 的学生，或者是你是有听过我之前的分享我都会讲过，就是在过去的1个多月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已经讲到半导体呢或者是那些AI 的硬件股票存储这些股票呢，其实他们是在经历着一个波幅扩大的阶段然后呢当时我讲到他们可能会面临着一个中期调整，甚至是一个高度的调整。我看到有同学说有好几个同学说他有避开那也恭喜你们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7月份呢，其实在股市上面我是避开了这一波的下跌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幸运也是我的荣幸我能够收到富途的邀请他邀请我去了一个 AI 升级的发布会，与此同时呢，他也问了我可不可以去接受他们的采访，然后呢，我是跟他们做了一个访谈的对话，以及呢，在富途的牛友圈里面他写了一篇我的报道和故事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在 GMT 过去呢，也是捕捉到了一些股票虽然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捕捉到了几个股票，比如说美光，在4月份到7月顶的时候它还是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呢，有超过100%的回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Dave 这个股票呢，也是在过去逆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机会，并且在逆势的时候呢是把握到了那我们也 update 一下，在一开始 update 一下就是在
这一段时间调整最多的就是储存的股票以及半导体的股票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调整最多的。但与此同时呢，在前2天，他们却是在股市反弹的时候呢，涨得最多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星期四的时候 ，SOXX 左边那张图表啊，它是跌了它是涨了8.5%。然后呢，右边那个是 DRAM 啊，也是存储股的 ETF， 它是涨了16.7%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过去调整越多啊，它跌的越多啊，它反弹的时候呢，力度就越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跌了这么多，涨了这么多，是不是可以去捞底呢？但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分享一下啊，它为什么会有一个调整？那我们可能在当时候会想，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不是有人去被杠杆去杠杆化啊？当然事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那个被去杠杆化的那个人就是那个 AI 的股神啊 ，Leopold 啊，他之前是看中了很多的板块啊，而且呢，他的背景呢也非常的牛，他之前是读了很多的大学啊，读了好几个学科。并且呢，他在之前是在 OpenAI 的旗下有在职的啊，但是呢，在2024年的时候，他因为有公开批评过 OpenAI 啊，他觉得有一些安全治理的问题而被解雇，而在解雇之后呢，他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基金啊，然后他自己去打理，并且呢，在过去的1年多里面啊，如果我们按最高值来说的话呢，他成立以来在爆仓之前最高的回报是达到了20倍的回报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牛市股神啊。但是呢他在过去是借了很多的钱，他向银行借贷融资了4倍的杠杆倍数啊。然后呢，在过去他是压住了很多的 AI 硬件、AI 基建的供应链的板块。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 Nebius CoreWeave 这些 AI 的云端的公司，然后呢还有SanDisk 美光、海力士等等的这些做存储的然后呢还有像BE 或者是 AMD 台积电等等的这些全都是关于基建相关的股票然后与此同时，它除了做多供应链的股票之外呢，它还做空被 AI 颠覆的那一方比如说之前呢有一派留言就是说。那些传统的席位制的软件股票，他们就会被淘汰，所以呢，他就做空了 Adobe 等等这些包括甲骨文这些他是看空的股票那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呢其实是犯了很多散户的错误，或者是很多很高风险的事情第一个呢是他对自己太过有信心了他可能之前看中了很多那确实他也看对了。这些股票呢，确实也是一个未来会受惠的公司，但是呢，他却过分的杠杆他漠视了风险管理，并且呢，他把所有的钱都压注在一个板块里面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他赢的时候确实很厉害能够赢超过20倍的回报，但是当风向转变的时候，他却没有来得及回撤，导致他的股票他的回报马上就跌了下来，并且最终呢，他是死无全尸你可以看到他投资的那些股票，在过去的1个月，比如说 SanDisk 跌的最多是跌了超过50%然后像 Nebius 像美光也分别跌了40%多、30%多你再想象一下，他还用了4倍的杠杆4倍的杠杆再乘上去的话他这里一瞬间它的回报就缩小了很多了。而最惨的是它是从这个下跌的时候呢，它一开始还是看好的它还在社交媒体在其他途径也跟他们的投资者说，现在呢是调整特价的好时机现在呢应该大手的去买入这些看似便宜的公司结果呢他24号喊了他们去投资，结果在往后的几天他继续下跌，然后呢，在7月29号的时候他反而向那些潜在的买家去求救求他们去买他们的股票这个就很
很搞笑。而在之后的那一天，他没有人去救他所以呢，他就被基金接盘把他手下的那一部分的持仓低于市价卖出。那透过这样的操作那几天股市就马上的也跟着连带受跌，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去杠杆化的一个过程。而最讽刺的就是当他清仓完成之后隔天市场呢却来了一个大反转他投资的那些公司全面的暴力反弹。比如说 Nebius 涨了27%然后 Iron 呢是一个挖矿的公司与此同时呢，它也在做数据中心的外租它也反弹了超过30%然后呢，还有 SanDisk 也涨了25%海力士也涨了20%。你可以看得到呢它很讽刺我们都称它为是死在了黎明前它在卖出了之后呢，市场就来了一个大反弹所以其实呢，从这个故事我们想给大家看到的是，就算你是看对了方向就算你真的很厉害，但如果你是漠视了风险管理你是漠视了杠杆的风险的话你其实就算你赚到钱只要你看错一次，或者是你只要没有留意到那个风向改变了，你也会马上的输钱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也是我有跟我的同学说就是如果你是就算你很不会看股票你就算你在高位买了 SanDisk， 你买了美光然后你亏了40-50%的时候，你还不会止损的话你都起码还有翻身的空间但如果你是借了杠杆的话，你跌了40-50%不好意思可能银行打电话给你要交那个保证金了你交不起的话就要斩仓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跟同学会说的一件事情你在学会买股票之前呢，我们先要去学会在看赢的那一方之前，先看输的那一方。就是我们先买股票之前，我们先不要看我们能够赚多少，而是如果我要亏的话我最多会亏多少或者是如果这笔交易最终我是输钱的，我能不能够接受得起？那如果你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你就会很清晰杠杆它的风险在哪里并且你也会很谨慎的去选择要不要去杠杆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了这个步骤的话，你就会像 Leopold 那样盲目的去加仓，盲目的去杠杆看似你看对了赚到了很多的回报，但只要你不会去收手，不会撤离或者是你只要没有留意到那个风向转变了这笔回报呢，最终还是会还给市场，甚至你会倒退所以呢，如果你听得懂的，也请在留言区写一个 OIC。好，那我看到有人说好卡，应该 OK 的，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大家，我看到刚才有很多的人都去了我们的附图的那个群友圈那边去看我的文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附图牛牛的那个网站或者是社区里面搜到那我看到现在人数已经非常接近100个人了所以再邀请多几个人来参与这个直播，到100人的话呢，我会来回答一个大家来问你一个股票然后最多人投票的我会来回答这个股票的看法OK， 那好了，我们回到了我们这个直播的一个关键的重点，也是最多人投了币，有兴趣想听的，就是半导体和硬件的股票，现在还能买吗？那我呢是没有水晶球的然后我也不会去预测明天的股市它会涨还是跌美光会不会涨台积电会不会涨，这个我不会预测当然我也预测不了而我想带出的是一个我们在课程里面有教的一个内容，叫做股市的4个阶段那我们会专注去买哪一些股票呢？就是去找那些在处于股市第2阶段的股票。那什么是第2阶段的股票呢？就是它是在一个长期上涨阶段的股票大涨小回波幅呢很小，基本上呢都是稳定的大涨然后回调的话只是稍微的有些回调，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在那个时候
买方是很愿意去买这只股票啊，但是呢持有这只股票的人或者是那个投资者，他们是不愿意卖出他们手上的股票啊，可能他们是看到这只股票它有很好的潜力，或者是他看好这只股票它能够涨到更高的价位，所以呢，在那个位置呢，他就不卖出那只股票，导致股价呢在大涨的小回。所以呢，我这个策略也是基本上只要是关注Stage 2的股票长期上涨的股票。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导体和硬件的股票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它现在呢已经不再是一个 Stage 2长期上涨阶段，并且呢是一个大涨小回的格局。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2个月你可以看到波幅呢开始扩大了，并且呢你可以看到卖出的投资者呢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呢是有点像第3阶段的一个特征它的波幅呢开始扩大它是有波幅的确实比如说在前2天，美光那个 SanDisk 他们涨了不少，对吧？但是呢，在这个位置去买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去年的比如7、8月去买你可能很容易的能够在低位买到，然后它能够连续的涨好几天，甚至是好几个月时间。但是呢，你在现在波幅扩大的第3阶段里面去买的话你现在会面临的风险报酬比已经相对以前而言不吸引了而与此同时呢，它的交易的胜率呢也是有所下滑你要想象一下，前面呢有很多人被套住在高位那如果一旦股市反弹的话那个 SanDisk 的股价反弹的话到了一些阻力的位置时候，也会吸引到前面被套住的那一笔投资者的钱他们可能会想，它回到了我的成本价我要不要去卖出它解套呢？那如果他有这个想法的话，股市就会调整供应大过需求，股市呢那个股价就会调整，就会下跌所以现在半导体和硬件的股票值不值得买？我会说直播率已经不高了已经降低了，而且我看到有更多可能潜力更好的板块，那这个部分呢我就留到了直播稍微往后一点的部分来分享更多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关键就是现在呢也是财报季的陆续有美股的财报推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发布业绩之后呢，很多的公司看似是很好的业绩，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股价都在就往下跌之前明明那些公司是连续上涨的比如说 GLW 比如说海力士他们的股价就之前都是很好的业绩也很好的，这次业绩也很好但为什么他们就有一个调整呢那这里给大家看2张的图表其实呢在这个财报季里面有2类的公司让我看到了有危也有机第一个呢是像特斯拉那样特斯拉你可以看到它在发布业绩之后呢是倒退然后股价是暴跌然后是跌了很多跌了超过 15%。另外一种呢是像 Microsoft 微软那样它呢是好过预期与此同时呢它做到了某一些关键点从而导致市场非常看好它，然后呢它的股价就在过去的2天发布业绩之后涨了 15%， 然后在星期五呢再有一个业绩之后的高开高走所以这2家公司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其实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那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指出来了当时候呢QQ 还在高位然后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看好第2季度的财报业绩但是我当时候就讲到了一个潜在的风险，那我就讲到了其实很多的 AI 的公司他们为了去投资 AI 做研发他们是花了很多的钱去投入进去是讲到几千个亿的一个投入那我几千个亿相等于是一个中型国家的一年的 GDP
啊，所以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而你可以看到啊，这几千个亿只是美股七雄的AI 的 CapEx 资本研发的开支啊，只是这7家哦，还有其他的公司我还没有算进去，这里已经是有几千个亿，并且还有一点，他们是说他们预测未来的几个季度或者是几年，他们会不断的上修他们的 AI 的 CapEx 资本的开支在不断的上调并且呢他们也预期他们未来的现金流呢有可能会因为他们资本开支上涨了他们没有钱有剩余的现金流，导致它的现金流的数字会下降他们可能就预测未来呢没有那么多钱去做股份的回购。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7月份呢这个事实就摆在眼前就连 Google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它上市以来一直到现在20几年它都是一个正向的现金流，但是这一次它破例了它现金流从正转负给大家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位置而刚刚我讲到，为什么 Microsoft 它会涨呢？难道它没有资本就支出上涨吗？难道它现金流没有倒退吗？有的它的现金流也有倒退，但是呢，它的现金流倒退的幅度相对于其他的公司来说，已经算控制得很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斯拉的财报特斯拉呢，它的资本开出增加了1倍以上，然后它的现金流不用看了是负数的然后Meta 它的这个成本也是上升了50%以上但是呢，微软它能够控制好他们的资本的支出，并且呢他们的现金流只是稍微的回调个23%所以呢，虽然它是有倒退，但是跟其他的公司对比的话，它是做的最好的那一个了所以呢，它的股价也上涨了不少，包括 Amazon 的股价呢，也是在它宣布业绩之后上涨了不少。为什么因为它在资本开支那一方面呢，是真真实实做到了控制良好它并没有过分的投入钱砸钱进去投资研发它是控制得很好，导致它的股价能够稳住但除了除了微软除了亚马逊这2家之外这2个星期推出的谷歌，包括特斯拉特斯拉是重灾区然后还有 Meta 这几家公司他们的业绩再包括苹果这几家公司他们的业绩出来之后都是倒跌的。那我在6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讲到这个风险并且呢，我也拿到了一个案例给他。这个案例呢，就是 Oracle 呢，其实是早在这几家公司现金流转负之前，已经出现了这个征兆然后我当时候是提醒大家大家记得避免并且呢在这一段时间如果你对 Magnificent Seven 有幻想的想要投资的我都会说你要小心并且有可能那几家公司会踏入 Oracle 的后尘那 Oracle 现在现金流转负了好几个季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好几家公司他们都已经有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是我想在这里分享出来的一个关键，就是很多的公司他们现在是在无底的投入投放钱进去砸那些 AI 的硬件虽然那些上游的公司例如美光他们是赚了很多的钱，他们在今年的2、3月份是涨价了接近1倍所以呢你在它的财报里面看到它的毛利率翻倍它的净利润呢环比接近翻倍非常的夸张哇，看似很风光对吧？但上游赚钱了，下游怎么办所以下游的这几家科技的巨头他们就有这个危险了所以这个是我在之前讲到的，也是想现在提醒各位同学你们如果之后对这几家公司有兴趣的或者是想趁低买入的先停一停，想一想我这里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个点所以呢，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在全世界的股市当中
看到这些机会，或者是帮助你们去避开这些盲点的话啊，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GMT 啊。这个 GMT 呢，其实是我跟七爸爸每个星期五都会去分享我们在股市当中看到的机会啊。七爸爸呢主要是专注于在港股，我呢是专注于在美股。那我们呢就会去看和分享我们看到的一些机会，并且呢我们也会亲自指导，并且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培养的 AI 团队一起来分享我们在 AI 的这个市况当中找到了哪些机会给大家并且呢来做一些很深入的基本分析深入的公司研究，我们都会去分享那如果你们是之前没有听过的或者是你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把握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可以找到那个链接了解更多。好，那我们回到了刚刚的那个部分大家看到现在这么多的公司现金流转负然后它的成本开支上涨了这么多是不是很差呢？这里呢我想给大家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虽然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公司业绩看似爆雷，但是呢它其实有超过86%的公司它的盈利是胜于公司的预测，那这个数字呢是高于这5年的平均78%非常厉害了已经。然后呢实际的盈利平均高出了他们的想象大约31.4%。这个数字呢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个季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几年那些大牛市也好那些2024年大牛市也好2025年大牛市也好2021年大牛市也好他们那些公司的实际盈利的这个百分比还没有这个季度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基本面是多么强劲。然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混合收入的按年增长是增加了14.1%这个数字呢也是2021年的第4个季度以来最高的一个记录。所以呢其实这个季度那些公司虽然只出了就这么多的公司里面S&P 500里面500家公司，现在虽然只是出了300家就60%的公司出了业绩，但是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那些公司的表现是这么多年以来最强的。但为什么股市就会暴跌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业绩很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都 beat expectation 就打破预期是比过往的几个季度、过往的几年都要好，但是为什么股市暴跌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并且如果你想到这个答案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我们来互动讨论一下，好不好？有没有？看来大家可能还在写字，那不如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好不好？那其实呢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其实我们买股票或者是股价呢，它其实是在反映着未来那前几个月股市涨得非常强劲，其实就是在反映着现在的就这些公司现在或者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它的赚钱盈利的能力呢是比过去的几个月更加的强劲。所以现在呢其实这么强的业绩它已经是反映在股价里面了而当它反映了之后可能那些投资者就想卖出了因为它已经反映出来了呀所以呢他们就想卖出套现，然后呢股市就会有个调整所以呢一般来说市场是提前6到9个月的时间来定价未来的你现在所看到这么好的业绩，其实是6到9个月之前的投资者他们是预测在今天今时今日这家公司的赚钱盈利能力是能够达到的，所以就会这样。所以一般来说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在 Stage 2的时候啊，长期上涨阶段的时候呢，那些公司发布业绩啊，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逐步的增长，但是到达顶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是在 Stage 3啊，反而是在波幅开始扩大的时候啊，反而就会业绩到顶啊，业绩最亮眼啊，因为很多时候呢，股价是提前的反应，而在那段时间呢，恰恰就是在 Stage 2，股市在大涨小回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呢是美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过去的几个季度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有一个超越级别的爆发增长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前几天就前几个星期发布的第2季度的财报里面啊，它的毛利率是翻倍的增长，它的净利率是有了环比的，我记得是80%多的增长，非常夸张啊！而且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超级好的业绩啊！如果能给它打100分的话，我会给它打120分的业绩啊！这么强烈的业绩，结果股价它调整了啊，它跌了，就是因为股价已经反映了在几个月之前，而在涨了这么多之后，那些投资者呢就想卖出套现啊，然后股价就跌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股票呢，它确实是 beat the expectation 啊，它确实是打破了预期，但是它有一些瑕疵，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它是 beat the expectation 啊，它的营收的增长率是过去的几个季度最高的那个季度，但是呢它的资本开出很高高了1倍，然后呢它的毛利率是有下降因为为什么？它还在打价格战它还要抢占这个市场现在呢，比亚迪的竞争太大了它要去降价抢单子，所以呢，看似营收增长率很高，但是呢，它是透过降价去抢占的，并且呢，在后面还有资本开支的增加然后呢，它的现金流也转负了所以虽然它有 beat the expectation虽然呢它的营收超过了预期，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瑕疵再比如说 Google虽然它的业绩和净利润都是双超越了预期，但是它的现金流呢，20几年以来首次转负大家之前对它的预期是很高的，但是看到了它的缺陷之后马上就要去修正对于这只股票的一个看法然后从而呢就会暴跌。所以一旦你看到有一些低于预期的一个公司的话它的股价很多时候呢就会迎来调整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到特斯拉下跌了超过10%就是这个原因。好了，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危险的部分那些资本开支增加的现金流转负的公司，那下一个潜在的板块大家想不想知道而且呢，这个板块目前我看到无论是网上或者是不同的论坛，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其实很少人会留意得到只有那些有深入去做研究的或者是有深入去看这个季度的财报季他们可能才会发现得到的一些要点那这里呢，我现在卖个关子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的，你就在留言区写一个想知道那我看一下够不够人数如果你们不想看的，那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 GMT 里面我再跟他们分享吧那不然的话我就先卖个关子这样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呢刻意的先给它打了一个码那是左上角的那一个公司它的业务呢4年以来增速最快，并且呢是打破了市场的预期市场预期40%，但是它是 beat the expectation然后右边那一家就是它营收有248个亿的美元然后跟2025年第4个季度的48%，
大幅的跳升啊，我记得是从48%啊增长到了80几%啊，是一个环比大幅增长的一个比例。第三个呢是赚了400多亿啊，这3家公司里面赚的最快的啊，最多钱的啊。然后它呢啊，虽然它的分母已经很大啊，但是它也能够做到18个季度以来增速最快的啊。那代表什么啊？你如果只是看到一家公司啊，你可能就会说啊，它可能是啊，它的公司管理层做得好啊，它可能是一些公司政策做得好，导致它赚多了钱。但如果你看到同一个板块里面2、3家公司都有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情况出现，哎，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一下哦啊！大家想不想知道？如果你们想知道的啊，赶快写一下。OK， 我看到好像不太多人想知道，那不如算了吧。哦，原来全部人都想知道。OK， 那这样你们继续投票，你们继续写啊。在讲到这个板块之前，先送大家一个礼物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认真支持我第一次直播，在我的频道做直播啊。那我这里呢写了我的一个投资的笔记啊，并且我做投资功课的一个步序。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你们去扫一下这个图表里面的二维码啊。那大家可以点进去啊，填一下资料，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我的这一份笔记，并且呢是免费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记得赶快领取啊，并且这个是限时的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团队之后会不会下架这个笔记，或者是之后会打算收费啊，这个我不知道啊。但今天啊，你只要能够看到这个直播的啊，或者是你事后回看的，你还能看到这个二维码的话啊，请你赶快去扫啊，因为它是限时免费的啊。那好，我们就来公开一下刚刚我给大家隐藏的那个板块的那个潜力的板块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最新的数据。第一个呢是 Azure 啊，这个就是微软的云端的业务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季度啊年度的营收首次超过了100个 billion 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 year to year 的增速啊这么大的分母啊，它还能做到year to year 增速43%。我刚刚讲过啊，它的预期是增长40%啊，它能够超越预期，并且做到4年来增长最快的啊，我给它一个大拇指啊，很强劲。然后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啊 ，Google 的云端啊，它之前2025年第4个季度同比增长了48%，已经非常强了。哎，但是这个季度它从48%增长到了82%啊，是一个加速增长的情况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的增长的情况主要是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企业啊都会去投钱进去，投在 AI 的基础设施里面啊，并且呢它自己本身也有它自己的 Gemini 啊，这个也是能够带动着他们的客户想要用 Google 生态链的一个产品啊。那除了 Google 之外，我们来看一下 Amazon 的 AWS 啊，它也是这18个季度以来增速最快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预期呢只有31%的同比增长啊，但是在这个季度它能够做到37%啊，是一个beat expectation 的表现啊。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呢无论是亚马逊啊，无论是 Google，无论是微软这3家都是这个市场里面的老大哥3个龙头，他们的表现都在加速增长那这代表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现在呢有很多的人都在投钱去砸硬件去砸完了那些半导体那些储存砸完之后，他们还需要去砸云端所以呢他们在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增速开始逐步的扩大加速起来但是很多的散户投资者或者是很多的大众
他们的焦点呢还是放在了半导体，还是放在了储存的股票，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除了这些股票之外呢，还有云端的部分，他们也是在最近开始这辆车准备要开车了但是他们的焦点还放在前一辆火车就已经开了已经开始降速，就已经股价开始调整了他们还在关注那个板块，而云端的板块现在呢，很多的公司已经在受惠了或者是他们的业绩增长在逐渐的加速了但是他们却还没有看到这个机会所以如果你看得到这个机会的请你写一个 OIC。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市场份额。那3家公司里面其实规模里面微软是最大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整体的Azure 加上它其他的云业务的部分总共呢是做到了接近600个亿的一个营收。然后第二个呢是亚马逊有42.2亿422亿的美元然后 Google 呢是最小它第3名总共呢有248个亿也是非常不错。那 Google 呢，因为它的就是那个分母最小它的实战最小它从一条小鱼变成大鱼呢很轻松但如果它已经很大了从一个大鱼像 Microsoft 那样从一个大鱼再加大的话呢就有点困难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快它现在也只有40多%也很强劲，但是呢，它要做到 Google 那样80%的增速，已经相对来说困难很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Google 呢，它的 year to year 的增速是3家公司里面最大的而这个是第一个就云端的业务呢是未来的一个潜力的板块但是我今天想带出的一点就是，除了云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板块会受惠呢？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得到 AI 的硬件这个板块里面有很多的产业链一开始呢是半导体受惠的所以你一开始会看到英伟达是最优先涨的那英伟达涨了之后，哪一些公司会跟着一起受惠呢？那英伟达的 CUDA 的订单多了它要去生产，对吧？那生产商呢，台积电，它就连带着一起上涨了。再比如说，企业买了芯片它需要去买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组装一个数据中心，对吧？所以呢，它需要有一些液冷的设备它需要有气态的冷却设备比如说 VRT比如说 SMCI 等等这些呢，他们就会跟着连带一起受惠。再比如说，他们把数据中心组好了他们需要储存他们需要那个储存体 chips 怎么办所以呢，储存 chips 那些美光海力士包括 SanDisk 他们也是跟着一起连带受惠，并且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涟漪效应呢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首先呢是2023年的英伟达，然后在2024、2025年涨得最多的可能不是英伟达它也有涨，但是涨得最多的可能还是那些英伟达包括 SMCI 当时候是涨得最快的然后还有 VRT 这些呢，当时候是涨得比较快的。2025年呢就有那些光通讯然后呢还有SMCI 然后还有除了 SMCI 之外，还有SanDisk， 还有美光2025、2026年他们两个是涨得最快的但是在2024年呢他们的反应还是在一个整固期，或者是当时候 SMCI SanDisk 也还没上市美光呢它也有涨，但是它涨的幅度没有像当时候的光通讯那么快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涟漪的效应呢，从一开始的英伟达到台积电，再到光通讯，比如说 LTE 比如说像就好几家公司GWL GLW 还有在后面的储存体的股票美光SanDisk 等等它是一步一步的受惠那这一次的云端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一个有加速增长的公司和板块那它背后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呢？
到底云端的公司它的使用量上涨了，会带动哪一些公司上涨一起受惠呢？那这个部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分享太多其实我在之前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 GMT 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是连续好几个星期分享了相关的股票在 GMT 里面分享给我们的同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真的诚意邀请你们来参加我们的 GMT。你们之前可能错过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你错过了 Dave 你错过了美光，但下一个机会或者是下一个会受惠的，除了云端之外，哪一些板块会受惠呢？这个我就留到了 GMT 里面跟我们的同学分享更多所以要投资先求知有些时候呢，你就是赚不到你认知圈以外的钱如果你现在还是在关注储存的还在关注硬体的股票确实他们的反弹或许会很强劲但是像我刚刚说的赚钱的那个难度已经是大了很多很多，你不可能像过去的2025年那么容易的能够赚到那些硬体的钱而下一个潜在的板块下一个英伟达。下一个美光是什么呢？除了刚刚我讲到的云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板块能够连带着一起受惠呢？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把握下一个英伟达的真的邀请你们来我们的 GMP 了解更多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去点击那个链接看一下了解更多好，那我看到现在的直播还有超过100个人120多个也是非常感谢你们支持。那如果你们了解完了 GMT 之后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想了解更多的公司或者是股票然后呢最多人投的那个，我们就来回答你关于我的一个看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人说 Microsoft 有人说微软。好，那微软目前有1票，微软有2票。有人说 SanDisk 有1票 ，OK。那 SanDisk 好像在下个星期会出业绩报告所以就算我对它有看法它可能就更加准确的看法，可能要等到下个星期它出业绩报告之后才能够更加准确有人说 SpaceX 也是一个我们之前也出过影片有讲过这支公司看来大家还是想看美股为主好，再看一下最后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答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讲Microsoft 微软。有人说 Tesla 有人说SpaceX 看来也有不少的马斯克的粉丝这边有人说 GEV 这家公司我很难3言2语的跟你说因为这家公司是其中一个我赚了不少钱的公司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很深入的研究报告它背后受惠的原因也有好几个然后基本上它还是留到 GMT 去讲吧这个公司我最新的业绩也有分析到有人说何塞这个你应该问788吧，对吧？你有没有参加他昨天的直播？好，那最终我们还是看到Google 有2票，那微软也有好几票SpaceX 也有2票那不如我们讲多2个吧，我们就讲微软跟 Google 吧那这2家公司呢，他们都是有做云端的大家也刚刚有看到他们的增长是非常强劲。那我的话，我会就现在的市况当中，
就如果要我去看的话啊，其实微软它的防御性会比较强一点。就如果单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基本面来看微软它的资本开支的支出，它的那个增长比它是远低于它的营收增长率的所以它的财报是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它能够做到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就它的净利润和 earnings per share 能够快于它的营收增长率。那 Google 呢也是就接近但是它唯一的不好处就是它的现金流转负并且它也预测它的未来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它都需要去烧钱去投在它的一些创新的板块，以及需要去投在那些 AI 的基建里面所以这一方面呢，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如果在一个你需要去选择考虑防御性的话可能微软的部分它会就相对来说现金流方面以及整个公司的就营收架构方面，它会比较强一点而且就如果你有看过他们的财报在这个季度微软是少数它还有能够有现金去回购他们股份的一家公司所以单从基本面来看的话我目前会投微软一票但是如果要再看股价的贝塔的话，就有些时候你单看基本分析可能就看不到了，就是它的股价的波幅可能有些时候呢Microsoft 它的贝塔会相对小一点所以呢导致它的股价的涨幅可能会稍微的缓慢一点但这个就跟它自己个股无关了除了 Google 跟微软之外再讲一个我看到有一个 Oracle 这家公司在6月份的那个文章里面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6月份的那个文章里面我有讲过很多的公司有机会会踏入 Oracle 的后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Oracle 是最先现金流转负的那家公司它是最先转型的那家公司而且它是从之前的收入结构从软件股转变成硬件的部分它现在是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软件的股票它不再是卖他们所谓的软件而它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后它的毛利率会有所下滑并且已经是直接反映在股价里面直接反映在它的财报里面而且这个转型它要建数据中心，这些并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建成的东西所以呢它的就这个所谓的调整期或者是迷茫期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只是这1-2个季度能够解决的一个短痛这个是我对于Oracle 的一个看法好，那今天的分享和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们的支持。那我们在下一次直播呢，再等大家好不好？拜拜。那如果你们也想了解更多 GMP 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点击链接了解更多。